在99到199这一档，可以说呢是最有性价比的一个价位段了，但同时呢也是同质化最高的一个价位段。我呢在各大手机品牌的网站找到同价位的产品啊，一共有22款这个价位段可以选择，但是无一例外的是，没有一家任何一个产品能够在这个价位段提供 LDAC 或者 LHDC 的高清编解码，更别说有小金标了啊。他们清一水的都是 AAC 的编解码，甚至还有一些混入这个价位段的产品，竟然用了低端的 SBC 编解码，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好了，本次横评我们先说一下啊，所有产品均是老张自购，老伙计们要多多点赞支持老张，给大家做更多正经视频。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22款耳机中，咱们呢还是先说结论啊。最值得推荐购买的是 vivo 家的 TWS3E，159块钱，单次续航竟然达到了恐怖的11个小时，综合素质可以说是本价位最强。大家随后呢可以自己用耳朵投票啊。红米的 Buds 5是2023年下半年的新品，综合素质非常的均衡啊，实际入手价格179块，如果价格也来到159块，那绝对是可以和 TWS3E 掰掰手腕的。咱们再来看看，首先要排除掉的这个热销产品，分别是漫步者花在 Zero X 和漫步者声迈 X5 Pro。大家可能会说，你怎么不测试一下其他的漫步者呀？比如说萝莉3 Pro 之类的啊。请注意啊，老张先把结论说在这里啊，不在这个图片里头的表格里的啊。它要么不是真热销，要么就是已经因为某种原因被排除了。所以很简单，不在图里不在表里的这个耳机和在表格里的根本不是一个层次啊，你根本就不用看了。而漫步者的这2款热销的耳机呢，为什么被排除？因为他们到现在这个价位依然在使用 SBC 低端编解码，这是不应该出现的。而另外2个被排除的型号分别是 TWS Air 套娃型号爱酷 TWS Air， 这款现在依然卖129，实际上是中古型号，已经被 TWS Air 2直接替代，并且2代只要122块，你卖个屁呀！还有一个要被排除的是 vivo 的 TWS2E， 这款已经被 TWS3E 完全替代，2款价格相同。而 OPPO 家的 Enco Air 2也已经被 Air 2新生版替代啊，同款同价。它升级了最新的蓝牙 5.3， 因为内置了 LC3 低延迟编解码模式啊，大家买新不买旧。而红米 Buds 4被红米 Buds 5替代了，小米 Buds 3啊，这都是3年前的产品，直接就拉黑啊。华为依然在卖的 FreeBuds SE 也已经被 SE 2代替代，并且切换成了更好看、更好用的电池仓，大家直接排除老款。剩下的14款里，入耳式和半入耳式各占了一半数量，其中 vivo TWS Air Pro 是这个价位唯一的一款半入耳式主动降噪耳机，而弱水时沙琉璃啊是这个价位标称 HiFi 且唯一的入耳式非主动降噪耳机。不过在这个价位，即便入耳式耳机几乎都是主动降噪，但降噪的水平也仅仅是有和没有的区别啊，没有一个能打的。小米篇（括号红米）红米 Buds 5实际成交价格179，你看它的这个参数啊，平平无奇，长得也和上一代 Buds 4几乎一模一样，但它该有的一样不少。当然了，超出咱们预期的那是一点也不给。有主动降噪，但是没有高清编解码；单次续航10小时，但是没有单独的游戏低延迟模式。但是其实蓝牙 5.3 有 LC3， 但是小米你单独给个游戏低延迟的开关，这多少心理上是个安慰，对不对？咱们来听一听它的实际表现和降噪的表现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去吗？黑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吗？战啊！你最卑微的梦，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
盛开在黎明。同有爱，有多远的距离？穿过人海，陪你下来，趁现在还有期待。可以看出啊，小米是非常不重视这个价位段耳机产品的。小米用户，其实我建议你这个去看一看稍微贵一点点的红米 Buds 4 Pro 或者是5 Pro， 综合体验都要好很多。或者等这个新品劲儿过去之后啊，红米5如果降到150块钱左右再入手，性价比这不更高吗？华为（括号荣耀）。首先说的是，华为和荣耀现在的耳机已经无法在对方的移动设备里弹窗配对了啊，但你都是可以手动配对使用的。我把它们放在一起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它们是同模具代工。华为 FreeBuds SE2 实际成交价159，荣耀 Earbuds X6 实际成交价112，甚至你可以在拼夕夕找到100元以下的售价。而这两款的参数大家可以看表格啊，硬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极轻的 3.8 克，最新的蓝牙 5.3 AAC 编解码，半入耳式非主动降噪。两者唯一的区别呢是华为 FreeBuds SE2 支持单独的游戏低延迟开关，而荣耀是没有的。估计这个是可以 OTA 的啊。另外呢就是蓝牙 5.3 内置 LC3 啊，所以其实是不需要的。但是该说不说啊，尊贵的华为用户159块钱就能有一个很舒服的佩戴体验，颜值呢也能在线的能弹窗的耳机，还要什么自行车？是不是？1000块钱买个弹窗，对于咱华为用户都值。说远了。总之就是，如果你不在乎弹窗，你买荣耀 X6 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咱们来听听这两款耳机的音质表现啊。如果你能听出音质区别的话，那指定是这次录音的水平不高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去马黑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战啊，你最卑微的梦，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去马黑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战啊，你最卑微的梦，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让我与你握别。让我与你握别，遥遥微光与我同行，盛开在黎明。同有爱，有多远的距离？穿过人海，陪你下来，趁现在还有期待。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？
黎明。不要爱有多远的距离，穿过人海，可以停下来，就现在还有期待。vivo 括号爱酷 vivo 家在这个价位段那简直是实力雄厚无人撼动啊，可能正好啊也是遇到 vivo 正在更新这个价位段的新品，它的产品覆盖在这个价位非常齐备。你看啊 Air 系列指的是半入耳， Air 后面带 Pro 那就是半入耳主动降噪， Air 后面的数字指的是代数， Air 2就是第二代。那 TWS 如果后面直接带数字，那就是数字系列， TWS 3那就是3代。那如果数字后面再加个 E， 那就是简化版啊，也就是说 TWS 3那还有标准版 TWS 3，还有增强版 TWS 3 Pro， 那两个更贵啊，也更复杂。大家呢可以看老张的2024年 vivo 全系耳机横屏视频点赞。咱们呢先单独看一下 vivo 的 TWS Air Pro，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这个价位段的半入耳式主动降噪。半入耳式的主动降噪啊，它不是真的要降噪，要隔绝噪音，它呢是为了增加场景的适应能力。比如说在地铁上，你可以减少一些烦人的噪音，对吧？它的这个降噪的质量肯定是没法和入耳式主动降噪比的，甚至没法和入耳式非主动降噪耳机比。但是不到200块钱，你就当这个功能白送也行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蓝牙 5.3 ACC 边接码，还有这个价位段最大的 12.4 毫米生物纤维动圈，这简直了啊！但是稍微不完美的是 vivo 全系都没有单独的游戏低延迟模式调节开关。不过啊，我也说过好多遍了啊 ，vivo 新款耳机都是蓝牙 5.3 内置 LC3 低延迟边接码，你可以理解为它系统机支持游戏低延迟模式。但是 vivo 就是死犟啊，就是不给你开关啊。vivo TWS Air 2，它的套娃型号呢是爱酷 TWS 2，122块钱成交。硬件和 Air Pro 几乎都是一样的啊，它不 Pro 在哪儿呢？就是阉割了主动降噪。发音单元一样，但是官方没有说是不是生物纤维振膜，但我猜是一样的，没有必要嘛，对吧？费那劲是不是？还得再单独开个模具。但是听音测试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自行判断一下是不是一样的。这个呢也是极高素质的半入耳耳机啊，虽然只要122块钱，但是我也发现了他们的一个问题，就是 vivo 刚才说到这2款半入耳耳机都有音量非常小的问题啊。我在常用的手机上啊，其他耳机都是半格音量就 OK 了，但是这俩耳机啊非常莽啊，就是需要开到3/4以上才能正常听。另外这2个耳机都有非常明显的高音取向，听音风格上非常嘹亮，是那种有空间感的嘹亮，完全不适合低音档选择，请 vivo 用户注意。 TWS 3E 实际成交价159，但是它有一个套娃啊，就是前2天刚刚发布的爱酷 TWS 1E， 这个是159块钱就能买到的主动降噪入耳式耳机，单次续航时间惊人啊，11个小时，搭载最新的蓝牙 5.3， 有 LC3 低延迟边解码。神奇的是它的发音单元又从生物纤维转化成了11毫米的羊毛盆儿。羊毛盆啊，兄弟们，玩音频的兄弟们，你还淘什么初代羊毛盆的 AirPods 单元啊？直接买这个就得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它是这个价位段重点推荐的耳机。不过同样的问题，羊毛盆也不是侧重重低音的耳机。动次大次档需要先听一听接下来的听音测试啊，再决定能不能接受 vivo 的入耳式耳机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去马黑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战马，你最卑微的梦，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爱你
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。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。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去吗？黑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吗？刹那，你最卑微的梦，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让我与你握别，让我与你握别。让我与你握别，遥遥微光与我同行，盛开在黎明。同有爱，有多远的距离？穿过人海，陪你下来，趁现在还有期待。盛开在黎明，同有爱，有多远的距离？穿过人海，陪你下来，趁现在还有期待。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？遥遥微光与我同行，盛开在黎明。同有爱，有多远的距离？穿过人海，陪你下来，趁现在还有期待。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？OPPO (括号1加) O 加在耳机方面啊，都是可以在对方的手机上弹窗的，但是真我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呢，我把 OPPO 和1加放在一起来说了。一共有4款耳机，分别是2款半入耳式，型号 OPPO Enco Air 2新生版。这个型号呢，其实就是 Air 2老型号更换了新的蓝牙 5.3， 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变化。而新生版的 Air 2其实呢，成交价只要149块钱。但是啊 ，Air 2替换的型号是 Air 3啊，这都发布了半年多了吧，对不对 ？Air 3相比 Air 2新生版，主要更新了电池，续航6小时，6小时。你要问 Air 2新生的续航是几个小时？4个小时，不及格中的不及格啊！
而 OPPO 的 Air2 Pro 它有一个套娃的型号是 OPPO R Pro， 今年的新品，但是却是旧款换皮而来啊，竟然还是蓝牙 5.2 的新品，你敢想吗？这个游戏低延迟就别想了。198块钱主动降噪 ，OPPO 显然没有 vivo 有诚意。稍微有点亮眼的呢是这个1加 Buds Ace， 长得有点奇怪啊，这个耳机柄胖胖的，属于这种耳机中的异类啊。194块钱，但是它却是最新的蓝牙 5.3 主动降噪。这个耳机有欧加的 PEL 赛场高清音效，可以提升和平精英游戏的音频体验。它还有 PEL 和平精英的限定弹窗动画，这个呢算是很有特点的细节了。但是硬件参数方面就没有任何独到之处了。很显然啊 ，OPPO 虽然在售的蓝牙耳机很多，数量是 No.1， 但是能打的几乎都在顶级产品上。给咱们老百姓的选择呢，几乎都是不太入流的玩意儿。如果选的话，反而是1加的 Buds Ace 相对好一点点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去马黑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战啊，你最卑微的梦，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去马黑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战啊，你最卑微的梦，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去马黑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战啊，你最卑微的梦，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去马黑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战啊，你最卑微的梦，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
陪你下来，出现在还有期待。会不会我们的爱会把风吹向大海？遥遥微光与我同行，盛开在黎明。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？穿过人海，陪你下来，出现在还有期待。会不会我们的爱会把风吹向大海？遥遥微光与我同行，盛开在黎明。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？穿过人海，陪你下来，出现在还有期待。会不会我们的爱会把风吹向大海？遥遥微光与我同行，盛开在黎明。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？穿过人海，陪你下来，出现在还有期待。会不会我们的爱会把风吹向大海？其他（括号杂牌）这鱼龙混杂的其他里面，那就是没有能看的了啊。我呢还是先排除一下，减少大家的选择困难症。漫步者2个，150块钱以上却只有 SBC 编解码淘汰。QCY 2款，这已经是目前排行榜里最热门的2款了，卖130块左右，竟然却只有蓝牙 5.1， 没听错啊，这一定是闹着玩的，是不是？T8S 是2020年发布的老古董，我就稍微理解一点。但是 T13 ANC 是2023年年初的产品了，却也只有蓝牙 5.1， 它的关联型号 T13X 啊，这都看都不用看了啊，直接淘汰。那接下来就只剩下2款了啊，分别是真我的 Buzz T300， 它只能在真我手机弹窗，158块入耳式主动降噪，参数呢也都很说得过去啊。虽然没有 vivo TW3E 那么炸，但是也算能看了。弱水时沙琉璃啊，说实话被老伙计们提过很多次，我一度认为啊这是5毛党来我这儿刷广告的，129块钱。但是你看它这个外壳材质，还有这个豆形的设计，刚看到的时候我其实一脸嫌弃啊。但是你看它的硬件参数很主流，没有一个掉链子的，这价格别人家已经是入耳式主动降噪了。但是弱水时沙非常离谱，没有配备主动降噪，那想必音质一定是有2把刷子了。所以我就多听了一阵啊，我操，这素质确实有2把刷子呀！它还有 APP， 有单独的游戏低延迟模式，可以说是这个价位我推荐的唯一的非手机品牌蓝牙耳机了，竟然还不是主动降噪的。咱们来听听它的水准啊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去马黑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刹那，你最卑微的梦，致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去马黑马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刹那，你最卑微的梦，致那黑夜中的无
心盛开在黎明。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，穿过人海，可停下来，出现在还有期待。盛开在黎明，同有爱是有多远的距离，穿过人海，可停下来，出现在还有期待。总结，这个价位原本是消费者最容易入门体验蓝牙耳机魅力的价位段，但是说实话，基本上让 vivo 爆杀了。vivo TWS Air Pro、TWS 3E 几乎是越级的存在，完全可以和其他品牌400元左右价位的耳机打一打了。vivo 品牌的老伙计们非常有福，而其他这20多款中，最让人眼前一亮的，竟然是非互联网品牌弱水时沙的琉璃，100出头竟然能在基础素质、声音素质方面这么hi-fi，谁敢说 hi-fi 都是靠硬件堆的？咱们入门级的 hi-fi 啊，弱水时沙给咱们打了个样板啊。对于声音的理解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总之，除了 vivo， 不建议买这个价位手机品牌的耳机。如果非要买这个品牌的耳机，可以考虑一下非手机品牌弱水时沙琉璃啊。他1分广告费没有给我啊，拍良心啊！但是这个推荐我呢还是给他。